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第3次关于仿真的介绍。在这次介绍里，我们将带着大家实现第19讲里面那个负反馈的运算放大器电路。通过这一讲呢，我们有2个目的：第一，告诉大家如何构成一个运算放大器的电路；第二，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测量器件——示波器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构造电路。运算放大器在 Multisim 界面里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点开它以后呢，有很多种选项。以下这些都是实际的运算放大器，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型号啊，有非常多的种类。那么除了这个运算放大器之外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，比如差分放大器、比较器啊，包括音频放大器类似的。那么在我们电路原理课程里呢，大家一般来说选择5端虚拟运算放大器就可以了。我们点确定，把它放在中间。那么这个5端虚拟运算放大器呢，有5个接线端啊，分别是同向、反向、2个电源端和1个输出端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看一看这个运算放大器的一些参数。双击它，打开了这个窗口。那么其中呢，最重要的3个参数分别是它的差模放大倍数，就是我们在第19讲里面介绍的那个大写的 A 开环增益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 A 是2乘10的5次方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还有输入电阻，这个阻值是10兆，还有输出电阻，这个阻值是10欧。那么除了这3个最重要的参数之外呢，我们还有输入失调电压、输入失调电流和输入偏置电流。这3个参数呢，对于调整运算放大器，使得在没有输入的时候也没有输出，非常重要。我们将在今后的模拟电子学中讨论它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单位增益带宽、转换速率和共模抑制比呢，这3个参数对于运放的动态性能也比较重要，它们也将在模拟电子学中进行讲授。对于电路原理课程来讲，大家只需要关心它的差模电压增益，也就是 A， 输入电阻，也就是 Ri， 输出电阻，也就是 Ro 即可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给运放供电，点击这里，选择直流电源，点 OK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选择接地端，放在这里。一般的运算放大器都需要正负电源供电，对于这个5端虚拟来讲也是这样。它的负供电端是在反向输入端侧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在3端上给出一个负的直流电压，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将直流上下翻转一下。那么它的正供电端啊与同向输入端在一侧，所以呢，我们为了提供正12伏，需要把它们复制、粘贴，把它再上下翻转一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了构成第19讲里面那个负反馈的运算放大器电路，我们需要再引入电阻。那么在这里呢，选择电阻，我们可以选择10K 的电阻。之所以选择10K 的电阻，这个理由会在第20讲中进行讲授。放在这里1个，放在这里第2个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需要加入一个交流的信号源，这里选择交流信号，放在这儿。当然还需要有接地端，放在这儿，再放一个接地端，在这儿。好，我们把它向右转一下。那么现在呢，所有元件都已经摆放到位了，我们接下来就需要进行连线。那么连线工作完成了以后呢，大家有一点可以帮助检查连线是否正确。在选择电路图显示所有节点编号以后呢，你应该看到所有的元件之间都有
一个红色的数字表示其节点编号，否则这两个元件就可能没有实际的连接在一起。那么在接下来进行仿真之前呢，我们有必要对这个交流电源进行一下设置，因为当前的是120伏有效值，60赫兹频率和出像角为0度，这个太大了，我们要把它调小，把它变成120毫伏有效值。关于有效值的概念，我们将在电路原理第2部分对大家进行讲授，大家先接受它是一个正弦交流信号即可。好了，整个电路已经构成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引入测量仪器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 Multisim 提供的2通道示波器，把它放在这里 ，A 和 B 各是一个通道。这个 Exit Trigger 是标志着外加触发源的意思，在我们电路原理课程里面，它一般不使用。那么需要指出的是，在 Multisim 里面，这个2通道示波器 A 和 B 之间是隔离的示波器，也就是说 A 的这个负和 B 的这个负不一定要接相同的电位，这一点在大家以后的仿真中会遇到。我们在这个仿真里面 A 和 B 的负端都接相同的 D 电位，我们从这里复制2个 D 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把 D 都连到负端，我们用 A 通道来看信号源，用 B 通道来看运算放大器的输出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为了使得这2个信号能够看起来差异更大，我们可以设置信号的颜色。我们右键点击这条线，选择颜色，选择白色。那么当然在图上看起来是黑的，大家等会儿看到示波器的界面里它就是白色了。我们双击打开这个界面，我们现在先运行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微弱的波形了。我们把仿真先终止。之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看到很清晰的波形，是因为我们对示波器的几个关键参数没有进行有效的调整。这几个关键的参数分别是时机、通道 A 的每格的伏数、B 的每格的伏数。当前的设置是通道 A 每格显示5伏，我们把它设的小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到通道 A 明显变得清楚了。那么类似的，我们把通道 B 也变得清楚。那么如果说我们都是通道 A 和通道 B 都是每格100毫伏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标准的反向波形。那么类似的，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每一格10毫秒不够清晰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变得小一点，这样使得波形看起来更清晰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把它们的基本位置进行上下的移动，有便于大家更清晰地观察波形。如果说通道 A 选择 DC 端，就是显示所有的信号；如果说选择 AC 端，就是只显示交流信号；选择0端就是不显示任何信号。那么由于我们在这里呢，信号全部都是 AC， 所以呢，选 AC 端和选 DC 端是一样的。那么以后呢，大家可以实践一下有直流叠加交流的情况 ，DC 端和 AC 端是不一样的。那么选择0端，它就被置0了。好，我们恢复回来。右侧呢是关于触发的一些选项。我们在这里呢设置的是通道 A 在上升延时期触发，那么触发的电平呢是0伏。这大致的意思就是说，示波器会检测通道 A 在波形上升的时候，过0点那个时刻，给所有的它的2个通道都拍一张照片，然后把这个照片显示出来。那么由于示波器是实时的显示波形的，因此选择哪一个通道的波形来拍照片，以及选择那个通道的波形在什么时候、什么状态下拍照片，会决定了这个照片看起来是否清晰，是否是稳定的。在这里，我们仅仅是一个正弦的信号源，设置哪种触发模式可能差异都不是特别大。那么在以后呢，大家可能会见到各种变化更加剧烈的波形，
发现示波器显示不稳定的时候，你需要在触发这个部分进行调整。那么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，如果说你对黑色底显示不满意，你可以选择 Reverse， 让它变成白色底。那么我们翻回来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在示波器的界面里面呢，我们依然可以使用游标的功能，而且呢还是有2个游标的。我们把它分别都拖出来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有游标1的时间通到 A 的值和通到 B 的值，游标2的时间通到 A 的值和通到 B 的值，以及二者的时间之差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显示的是通到 A 上这二者的取值之差，通到 B 上这二者的取值之差。那么除了这个2通道的示波器之外呢，我们在 Multisim 里还提供了4通道的示波器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。对于4通道的示波器来讲呢 ，A、B、C、D 是4个通道 ，T 是触发端 ，G 是接地端。我们首先把接地端连好，这个 D 删掉。类似的，我们也可以选择2个来进行显示，其他的可以不显示。那么4通道示波器和2通道示波器的不一样在于呢，这个4通道示波器只能所有通道都是相对于 D 电位来讲的。那么我们类似的还把颜色设置好，双击打开它。这个界面呢和刚才那个界面稍许有所不一样。我们把仿真终止，大家看这个旋钮在 A 的时候我们就设置 A 的，我们把它变小，把旋钮拉到 B 就是设置 B 的所以界面稍许有所不一样，但是基本功能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也是有游标可以用来拖放、显示波形、测量。好，我们关于运算放大器和示波器的使用这一讲就到这里。